太吵了，不喜欢 dislike。Hello， 这里是祥瑞，这就是你们看到的封面。我知道它很丑，所以我们要来修改它一下。原本封面的底稿是很丑的，每当被一个人点不喜欢的时候，我就想尽办法的去改进。当那些宅男点进来看到是一位大叔后，他们愤而的关掉视频，点下不喜欢。没办法，从零开始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且枯燥，这样子就完成啦。这里我准备了5件我想说的事情，其实我觉得都很重要。俗话说，成功没有偶然，但没有耐心的观众们可以选择快转或跳着看。开头的影片那段是所有的创作者们都不希望看到的事情。透过封面的制作，光是封面一张图就需要花30分钟去完成它。基于我是一个好观众，没兴趣或不好的东西关掉就好，多少我还是会点个赞。当然，我鼓励各位不要点到赞。你已经知道一部10分钟的影片完成它要24小时之久，包括上字幕。如果再包括自己重看的话，会更久。重看又有分，用电脑看、用手机看、用平板看、戴耳机看。干，你知道这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情吗？但为了你们的观看体验，我觉得我可以，因为可以说很多，但我想挑我想讲的部分来跟你分享。有特别想知道的事情，你在留言跟我说。这2个字不要倒过来念。如果你跟我一样脑子没有烧坏，想要做 YouTube 的人，请你要保持好你的初衷，因为有着太多的人走偏了，放弃了。小时候我们都梦想着不要成为那样的大人，而最后成为那样子的大人的占比不算是少数。但你该关心的是你自己，而不是我。说到收入，说到钱，那肯定是大家都爱听的，而这件事情也并不是什么不能说的秘密。大家好奇的，这里我提供一个网站，这个网站我会放在下方的影片资讯栏。这个网站它属于一个有公信力的网站，这里你可以照你的喜好去选择你想知道的哪个创作者收益。我的话是0，不用看了，或者是你想知道哪个创作者成长粉丝或掉粉丝最快的，这个网站都会有提供。举例 Top One 这群人，如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最直观的收益。当然只能说是概述。如果说我们选择世界第一的创作者，这里就如各位所看到的单月 YouTube 广告联盟收入，当然这是概述，不过这也是很可观的数字了。简单跟各位讲解一下，创作者的收益源自于以下3种。观看次数概略的算就是100万次的观看等于3万台币，这样子记就好，不用想太多。这里不要太追求细节，因为无论你再怎么算，YouTube 公司会发给你的钱，他一定不会搞错。我们常常在看 YouTuber 的影片时，偶尔会看到某些创作者在自己的影片当中，用很短的时间去宣传某个交友软体很好用，或者是这部影片是由哪个厂商赞助播出，又或者是你在追踪的某个创作者的 IG 有一则限时动态。那些都会是创作者们的收益，这个就属于业配。当然，这种薪水会比较难以去计算，少则几千，再来10几万，甚至再更高。一切取决于创作者本身与广告商去洽谈。这个东西要说很久也是可以，但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让你了解。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做吃的创作频道，那么相信你的观众对于你做吃的东西购买力也会增加。如果你是一个游戏创作者，你玩的游戏也会去影响到你的观众，进而一起去玩，一起讨论，参与。自己行销这边也有太多东西可以说了。说完了创作者收益的部分之后，我们接着回到现实面吧。如果各位手边有一个计算机的话，其实应该不难理解，这一行的入行门槛非常非常的高。作为一个影音平台，就好比你要开店一样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你必须要有设备。如我自己来说，我的设备有摄影用的 iPhone XS Max、iPhone 11 Pro Max， 收音用的罗德麦克风、雷蛇麦克风，剪辑电脑、工作用电脑、视讯镜头、摄影脚架、补光灯，软体我就不细算了。综合以上的设备金额是19万多，将近20万台币。说到这，你可能感觉有点烦了。没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
这就是现实的压力。每一个创作者都是值得被尊敬的。当然，有些人可能说啊，算贵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折中，算10万也好。假设这些东西都是二手价格来买就好。在我们从零开始时，我们就必须要先付出至少10万元的金钱，我们才有办法开始创作。当然，如果你走不质感的路线，不介意你的观众听到手机直接录的声音，那2-3万就可以起步了。这是我个人的状况，我分享给你们知道。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，但至少我为了做这件事情而付出的基本努力。我知道设备说了很久了，接着我聊聊存款吧。经由上述第2点，你已经知道创作者的收益是怎么来的。但如果想从最入门的收入开始，你必须要有1000订阅，你还需要通过审核，你才有办法打开广告盈利这件事情。而上述也说到过，百万观看等于3万收益这件事情，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从零起步，何时可以达到1000人订阅，这段时间会不会很长呢？而就算1000人订阅后，你如果会数学，你也知道那收益是少得可怜。如果是半年才达1000订阅，如果照3餐都是吃卤肉饭起家，每天不换口味的话，人的一天基本开销我们算400就好，也就是1个月下来你要花12000。如果顺利的话，半年你也要准备9万；如果不顺利的话，2年你需要准备30万来至少不让自己饿死。我说的是全职的 YouTuber， 而不是兼职的。因此我说到这 ，YouTuber 这个职业会不会感觉劝退了呢？也当然，入行门槛非常的高，造就了竞争对手也相对比较少的情况，总不能报喜不报忧嘛。人家常问我哪个器官最值钱，我都回应是我的脑子，因为是全新的。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当超人了，你要会写稿，你的中文造诣要好，不要像我一样这啊那啊，螺丝很好吃。可以的话，英文能力也要多加强一点。我的每一部影片都会有英文的 CC 字幕。如果外国的朋友想看，记得开启 CC 字幕。然后你还要会摄影，还要会剪片、制作图片，打字的速度要快，还要 follow 时事，也要懂音乐、会法律，还要有想象力，还要会分析后台数据，另外还要懂色彩学、空间学。我太难了。当然，如果是想当游戏创作者的话，那男生就是要玩得好、高端，女生就是要……这个我就不多说了，我不想当炮灰啊。如果我以上说了这么多，你还是想当一个创作者的话，你可以去参考世界上的100大 YouTuber 前10名受欢迎的类别去挑一种做。当然，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所谓的对错，只要你开心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